王毅出访第一站定在了莫斯科，访俄不代表援俄，我们自己没必要主动趟浑水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映华。面对深陷泥潭的俄罗斯，中国是作壁上观还是雪中送炭呢？认清现实更有助于解决问题。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称，王毅主任将前往俄罗斯进行访问，并有可能与普京进行会面。虽然这一消息并未得到官方回应，不过我们能从中看出一点，那就是俄罗斯很着急，迫切需要中国来为其分担压力。我们都知道，虽然俄乌冲突已经快1年了，但中国一直秉承中立的立场，积极劝和促谈，哪怕有各种流言蜚语，我们都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做法。同时，我们还要清楚一个问题：现阶段，中国真的有必要主动趟一趟这趟浑水吗？在弄清这个问题前，我们先得弄清俄乌冲突究竟到了哪一步了。随着乌克兰发起新一轮的征兵，开始向公务员及女性下手，乌克兰本土的兵源几乎枯竭。虽然美国承诺要向乌克兰提供 M1 坦克车，德国也承诺会向乌克兰提供豹2A6坦克，但兵源不够却成为了乌克兰当下最紧迫的问题之一。随着战事进一步加剧，很难保证北约是否会直接下场，也不可能确定战火会不会蔓延到整个欧洲。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，我们恐怕也难以独善其身。因为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，俄罗斯当下处境十分艰难。虽然中国可以接替西方国家为俄罗斯供货，但如果贸然站队，中国因此而损失更广阔的市场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其次，走投无路的俄罗斯面对中国时，再也没有当年的议价地位。从德国宣布不再购买俄罗斯石油开始，西方国家逐渐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，而能源出口在俄罗斯的 GDP 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占比。眼下能够接替欧洲吃下俄罗斯油气资源的国家，中国恰好是其中之一。坊间甚至有传闻，俄罗斯直接打4折卖石油给中国。面对如此大礼，岂有不受之理呢？但等到哪天俄罗斯缓过来了，他们依然愿意吃这个哑巴亏吗？最后，我们不要忘了，中国当下的国际形势依然严峻，美国暗中勾连台独势力，日本修改安保条例，韩国重启萨德部署，整个亚太局势一触即发。当美国从俄乌战场上再也捞不到更多好处的时候，难以保证它是否会在亚太开启新的争端。我们更需要提早做好准备，绝不可掉以轻心。所以，面对俄乌争端，我们应该始终保持中立，在军事上绝不与任何一方选边站队。在经济合作上，俄罗斯依然是我们重要的贸易伙伴，同时也不会放弃与我们经贸往来的美西方国家。只有合作才能共赢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